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作品被恶意打分。近日，王一博《长空之王》上映，多个平台广受好评，豆瓣更是开出7分高分。但是也因此遭到了嫉妒，作品被所谓粉圈对家粉丝明目张胆团建打低分。这一事引起网友热议。如今豆瓣已经算是一个较为权威的打分平台，虽说善恶终有报，如此恶意对待他人作品的行为终会受到反噬，但是王一博的影迷和粉丝是否也应该努力起来对抗黑水呢？不要强调王一博演技是导演硬捧了，是你低估了他。人鱼再现童话故事中美丽的海底世界，将人类与美人鱼的爱情故事搬上大银幕。这部电影不仅在视觉上震撼了观众，也向观众展示了别样的精彩。王一博在片中的主演无疑是影片最大的看点之一。他向观众呈现了一条充满迷惑和神秘色彩的美人鱼。他用深情的眼神和精湛的演技诠释了一场跨种族的爱情，完美诠释了制片人对这个角色的憧憬。这个角色不仅需要通过化妆和特效来定格，还需要王一博通过完美的肢体语言来表达美人鱼独特的气质和情感。这个角色在电影中的表现绝对是最难的，要求王一博能够在这种冰冻状态下依然表现出情绪的波动和变化，能够传达出角色不同的情绪状态。对于一个年轻演员来说，这样的角色和表演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不过，王一博在片中的表现确实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通过他微妙的动作和表情，他在镜头前营造了一种非常情绪化的呈现。他在电影中的表现，不仅展现了他精湛的演技，更体现了他对角色本身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角色情感的深入剖析。除了王一博，影片的导演也功不可没。用现代语言重新诠释传统童话故事是本片的又一特色。导演用现代流行文化呈现了一条充满神秘和迷惑的美人鱼。这样的组合是对传统童话故事的颠覆。同时，导演对镜头和画面的把控也非常精准。在影片的剧情发展过程中，导演巧妙地搭配不同的画面元素，让影片的逻辑线条更加清晰。这部电影的成功在于导演和演员非常注重细节和情感的传递。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情感表达和细节，在电影的主题下相互呼应，又相互独立。这种细致入微的表现让整部电影更加真实感性，也让观众对角色产生了更深的共鸣和情感。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也是很高的。他们认为这部电影很好，从镜头到表演再到情感的传递都没有让人失望的地方。观众被电影中展现的唯美画面和细腻情感所打动，对电影的喜爱度很高。不过，也有一些观众可能会对电影中演员们的表现产生质疑。问题可能是，如果一个演员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塑造一个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文艺片往往对演员的表演要求更高。演员需要更加关注自己的情感和内心细腻的表达，需要更加了解导演的个人风格和审美，从而呈现出更丰富、更深刻的人物形象。在这样的表演中，往往需要演员的表演更加细腻精湛，需要更多的认知和情感投入。综上所述，王一博在电影中的表现展现了一位青年演员精湛的演技和对内心世界的深入剖析。
他以精湛的演技诠释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赋予了电影中美人鱼的形象新的内涵和意义，展现了令人难忘的情感。在这部文艺片中，演员与导演携手呈现全新的观影体验，向观众展现异常细腻的视觉与内心情感。长空之王错失51档冠军，但王一博这次没输。长空之王51档票房不及人生路不熟，将51档冠军头衔拱手相让。有人说王一博输了，输给了另一位偶像明星，而这部电影不如他的前一部无名票房，迎来了生涯的落点。但我并不认为王一博输了，我觉得他赢了，赢在了角色，诠释了一个更立体、有血有肉的人物。电影里有一段剧情我很喜欢，意志坚定、身经百战的雷雨，王一博士刚进是非基地接受选拔。有一天，他跟大队长张挺、胡军士一起试飞，然后战机遇到了状况。按照一般剧情来说，这时候队长可能说按照流程我们跳伞吧。然后愣头青、一根筋的雷雨说不行，必须要保护数据才行。结果事实上是，雷雨二话没说就跳伞跑了。当时我就满脸问号，这还是国产电影里的男主角形象吗？不应该坚定执拗，以慷慨牺牲的品质来保护数据留存吗？怎么直接跑了，而且还没等大队长同意，也没管大队长死活？但就是这个反套路的情节，让我对这部电影大为改观。因为雷雨在电影里的不再是一个标签，一个拼命三郎，一个想当英雄的愣头青，而是一个也会害怕、贪生怕死的年轻人。电影里造神容易，造人难，反正剧情你可以胡乱设计，哪怕他坚定信念，就是不跳伞，他也可以在电影中完好无损，顺利归来。但现实中的人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他们有家人，有牵挂，肉体之身也会害怕。哪怕雷雨是名成熟的飞行员，当生命遇到了考验，他依然展现了属于人最真实的一面，那就是保命要紧。挺好的这段剧情，反套路的同时，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等待成长的、缺乏考验、如此真实的雷雨。另外，对军事层面细节不太了解，还是根据个人体验来聊下吧。之前就知道长空之王是罕见在嘉峪关和阎良两大空军基地封闭拍摄，同时不仅有科学家、工程师参与，试飞员更是全程跟组，关键还让我们见到了万众期待的歼20身影。而在叙事层面上，我很喜欢的一点是，电影剔除了一切复杂的、晦涩的叙事方式跟手段，就是简单点，线性叙事，没有过多的花头跟支线，让故事线变得简洁，让节奏变得高亢，又刺激又燃，绝对是硬核的空军片。同时，长空之王视角选择的非常之好，没有过于追求集体叙事，而是贴近人物跟现实，以年轻试飞员雷雨的成长为路径，讲述了他对信念的坚守，作为军人的践行，以及背负压力之下家国情怀的体现。说白了，长空之王就是个热血少年番，不拖沓，不敷衍，一流的视效，紧张的节奏感，故事的层层递进，刺激的场面波澜壮观，让电影的戏剧张力十足，让我们见证了一名优秀试飞员雷雨的成长轨迹。从最开始的拉练选拔，年轻气盛的试飞员，包括雷雨、邓放，他们虽是为了热爱跟理想，想试飞出战斗机的极限，进而让国防技术进一步改进提升。
同时也夹杂着男儿的自傲跟较劲。他们想要证明自己，超越别人，但是在一次次的是非后，在一次次的危急时刻，一次次高空中的互助跟化险为夷，同时也在军队的训导下，在大队长张挺的言行浸染下，他们才真正明白是非员真正的使命。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